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安格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株蝴蝶兰呢，是一株挺有意思的蝴蝶兰。怎么说呢？它的名字叫做 Music Notation， 然后它的父母亲本也在影片的右上方。但其实你真正要看的话，它其实有 50% 是安博，然后有米库氏或是麦茶蝴蝶兰25%，然后再来有荧光蝴蝶兰，有路德。其实如果你真正去看它的这个比例分布啊，它是4款原生种，当然不是都25%，但是是4个原生种在它的基因里面杂交出来的。好，那因为有安博又有路德这样的一个亲本所以造成它有这样子非常特别的斑纹或者是花朵的呈现那这个影片片段是它上一个开花周期的影片片段，当时只有一个花梗，然后我选择的质料是无机介质，然后是大小颗的颗粒都有那还是以小颗居多，因为当时的这个容器是一个10盎司的，应该8到10盎司的一个中小型的塑胶杯，然后底部有洞，因为它的根系没有很多啦，所以它植株也小所以就选了一个这样的大小来先种，等到它植株变大，我们再换到一个16盎司中杯的这种星巴克塑胶杯的尺寸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再增加质料，或者是换另外一种质料来种植也可以。它这株兰花其实我觉得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白底，然后有黄滚边，那这跟安博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在它的这个色块啊、色斑甚至到它的花唇上面都有一些桃红色的色块色斑所以是蛮特别的。不过我的印象中，这一株兰花它没有香味，或者是很淡，因为我印象中我不记得它闻起来有什么味道。那一直到了这个最新的开花周期呢，它的开花状况啊，各方面明显比上一个开花周期还要再进步很多。因为其实你看得到的是，它这边已经不是只有一个花梗了，它有3个花梗。那它上一个片段的花梗呢，已经淘汰掉了，你也能够看到它已经枯黄，被我剪掉剩余的部分在它的底部。然后新的3个花梗出来之后呢，都有来花苞来开花，所以这一次开花的朵数数量啊，比起上一个开花周期的朵数是要来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多。那既然说到它这一次的表现比上一个开花周期还要好，我们就必须要来稍微讨论一下我对它的养护操作。基本上呢，这株兰花在上一个开花周期结束掉，我就有对它进行换盆，那所使用的容器有比之前你看到的容器还要再大现在呢就升等到了跟我很大部分其他蝴蝶兰所使用的杯子是一样的尺寸了就是16盎司的塑胶杯，那底部有洞，那选的质料也是沿用上次的那一种混合，但是以小颗粒的为多比例大概是2:1，1是大颗的颗粒。那肥料的部分呢，这株兰花因为是蝴蝶兰，它对肥料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其他兰花品种或是兰花种类还要再来的大，它比较需要的是就是氮肥，就是薄薄的肥就可以了，所以就是25%浓度1/4浓度的肥料调在水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呢，所使用的水量，调好肥料的水量呢，我是给60cc 左右，59cc 就是大概1/4杯这个烹焙所使用的量杯的1/4杯的水量大概就是59cc。60ml 这样子。
每1周给1次水。那以它这样的大小的容器跟质量呢，在我环境里面1周之内可以达到完全的干湿循环。那这边呢，你看到它的开花，其实这次的开花，我个人觉得它的颜色有比上一次的更饱和、更好看。那这一次的开花朵数，当然不用说啦，开起来就是很热闹。那我是真的蛮喜欢它黄黄的背景，然后跟白色的中心，再加上它这种应该说枣红色吗的这个色块，然后再加上有露德的这种同心圆的特点哦，所以它这株兰花出来的特色就一次能够满足多种不同需求的不同喜好的兰花，就是喜欢兰花的朋友。我个人而言，我看到它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色集于一身。虽然它的香味我真的不记得是什么香味，所以应该是没有味道但是它是一款我觉得非常好养的，因为从买来小苗一直到现在开花几次了，我的感觉是这株兰花就是没有什么我太需要去观察或特别照顾的地方，然后就突然间又长花梗了，突然间又开花了，这样的感觉。可能我幸运，就是我收到的植株是可能很健康的，或者是如果你们有谁也有这株兰花，也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它在你的养护里面是不是也像我讲的这样子，就是好像就是生命力很强很旺盛，然后几乎就是没有说需要任何额外的这种打理除了换盆之外，真的就是给水给肥，然后放在那边，它时间到它就开花给你看。那这边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提醒了，蝴蝶兰呢在花苞时期尽量的就是减少挪动。当然给水的时候你难免可能要拿取，放回去的时候呢，尽量摆回去的位置就是相同，角度相同，接受光源的位置相同，它的花梗呢就会长得比较整齐，直一点，不会歪歪曲曲的。特别是一些杂交品种的蝴蝶兰，那这种蝴蝶兰呢，其实也是一样啦，就是你尽量温度、湿度，然后各方面养护要一致之外呢，就是不要太去挪动它，才会避免消苞掉蕾的可能性。那它花一旦打开之后呢，其实你挪动位置或对它可能稍微粗鲁一点都还没有关系。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